这是谁写的代号？不可能是巧合，一定是有人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大小姐，人也回来了，师爷也来了。叔，你们怎么来了？哎呀，听说你们在洛阳跟日本人打起来了，俺都快担心死了。回来了，都没事儿。叔，我爹现在怎么样了？好着呢。哎，药呢？军医来了，在这边。这些药是一群无名英雄用身体挡住了小日本的子弹才换来的。舍身取义，这帮人死也死得壮烈。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怕死。不是不怕死，而是他们的死会给更多人换来生的希望。我们会记住他们。手动拳。军医。大小姐，这怎么回事？是老杨，要不是他，我们根本逃不出风坡岭；要不是他，那些疫苗也根本运不回来。他和风坡岭的那些人一样，都感染了鼠疫。他这是为了不想连累大家呀。袁尚飞，给老杨在这儿安个坟土吧。兄弟啊，一路走好。一路走好。新鲜的蔬菜了啊！这个。何正，你怎么了？冷。你是不是给他注射了病菌？连孩子都不放过，你还是人吗？哪里的人？哦，离开！狮子，来过来，来！咋这样了？赶紧带着孩子回村寨呀！好，撤！怎么样？你们找来的都是疫苗，只能起到防疫的作用，根本就没有治愈的功效。你啥意思啊？这些疫苗救不了得病的兄弟。不是，疫苗都已经给你拿来了，你配不出来能治愈的药吗？这个我真做不到。你做不到，
那日本人的军医怎么做得到？大小姐，别为难他了，他只是个医生。按你们旅长说的，帮助这里的兄弟注射，剩下的我给你们送过去。玄大哥，你这样是不是太便宜崔永奎了？他们也在打鬼子嘛。大当家的不是说了吗？现在要以大局为重。我说崔旅长，你这个态度可有点不大对呀。第一，我没有向长官报告你劫杀我的兵；第二，我把责任推给了土匪，你应该好好谢谢我才对呀。张师长，咱们两个人都是军校毕业的，有时候我在想，咱们两个人读的课本是不是一样啊？你呀，有些书是在桌子上学的，有些书是在心里学的。你看看那些战死的人，谁还能记得他？就算记得了又能怎样？只要你我好好活着，再赶走了日本人，那名和利岂不是都是你我的？何乐而不为？你较什么真啊你？你知不知道那些刀客为什么会瞧不起咱们？就是因为咱们部队里边像你这样想法的人太多。崔永奎，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啊！你豫西独立旅旅长崔文奎机场工期一再延误，并于友军撤退时对当地土匪不加管束，造成第13军重大损失。念及组织防线及时，日军未能再度西进，功过相抵，不予追究。旅长崔文奎所属之豫西独立旅，即日起划入第13军暂编16师麾下，陕州御敌前线指挥权交由师长张公年。崔文奎，我现在命令你，马上集结部队，围攻黑虎山。张师长，我的人都在前线，人手不够。现在疫情已经蔓延到了我的部队，师部都有人被传染了。如果没有这些疫苗，我拿什么保卫陕州？这些事儿我都知道，而且他们答应我了，只要山上疫情一稳定，他们就会把疫苗送过来。土匪的话你也信？崔文奎，你真是太天真了吧！如果你不敢去，我换个旅长去打。旅长，怎么办？别管，上到黑虎山，真要去打黑虎山？打个屁！安华，刚才失手了，让那个土匪孟世贵给跑了。不过他也受伤了，估计活不了多久。不用管他，现在城里已经乱了，我们分头行动。好，方氏，走走。F4，来坤。
蛋了，我也没了。行くぞ！真的，哎呀！ 快上，撤，走！二哥，老师，赶紧走，鬼子太多了。不行，我得给我兄弟报仇。再不走，你跟你兄弟一起陪葬。 我跟他们拼了！胡当家，快走！放开我！我要给我兄弟报仇！放开我！四位，射そうセット！一人も逃すな！好，行くぞ！行くぞ！はい。はい。大佐閣下。田原君、無事帰ってきて。 よかった。俺のそこはあえて全軍を取りして不意に撃ったりました。聞いたか。病原城は我々の砲弾で壊滅した。現状で敵の死体を一つも見分かれなかった。私の判断が間違ったぜ。わしの方に一つ情報がいた。悪くない。何？ユーセとクリス・ルダンは すでに大上陸したの返上にいた。その師団長はジャンコンエンだ。よかった。そうなったらもう近いうちに三種を奪えるさ。でもやはり君はもう一度三種に戻って物資をもっと調査しないと。物資？まさか我が砲軍の武器は今足りないんですか？そうだ。共産の破壊は一刻も止まったことなく我々の武士国境に大きな損失が存在する。 もし君は任務をやり遂げるついでに武士を上達してくれればなかなかの手柄だ。はい、何とかしますか。咋了？啊，姐！哎，别过来！你可千万别过来！呛死了！这新审的军医出了什么馊主意？再撒下去，这儿都没法待了。你呀，话听了半截就忙活起来。沈军医说了，在撒石灰之前，先要洒水。啊？
哎，不过咱们山寨不是已经没有病人了吗？我们都打过疫苗啦。你是没在风波岭待过，不知道鼠疫的厉害。现在没事，不代表永远没事。走，打水去。哎，姐，你啥时候变这么细心了？是因为姑爷吧？是，但也不全是。我希望我可以和他成为一样的人，做更多的事，帮更多的人。快帮忙救人！这孩子快不行了，快慢点！这是怎么了？这是贺老鬼的儿子，我们从小日本手中抢回来的。这孩子在发烧，走，先扶进屋。哎，走。宁儿，叫沈军医来。好。大当家，起风了，您早些回去吧。你怎么来了？师爷和袁尚飞都不在，我担心山寨安全，就四处查看了一下。你倒是个有心之人啊，半斤。能为大当家的分忧，半斤也就知足了。是啊，眼下能靠得住的人，也就你们几个了。师爷去了黑虎山，家里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大当家，听说现在黑虎山鼠疫猖獗，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这件事，我也在担心。事发突然，婴儿和吴震毕竟年轻，所以我让师爷过去压阵。袁尚飞也是知根知底的人，关键时刻都能帮上忙。看来大当家已经安排妥当，半斤也就放心了。按说这种情况，我应该亲自去一趟黑虎山，安抚一下众位兄弟。可是我不能离开青龙寨，现在的山寨边系尚未查明，一直是我的心头大患。我有种预感，他们在等机会，一旦我离开青龙寨，他们必会兴风作浪。眼下黑虎山在闹瘟疫，实力上已经是不堪一击，我不想再让青龙寨出事。大当家，您坐镇青龙寨，只要有我刘半斤在，别人休想伤害您分毫。等婴儿和吴震把黑虎山的瘟疫事情处理妥当，我再和他们商量除奸之事。大当家，您英明果断，我观察姑爷也绝非是等闲之辈。不是我这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顺眼啊，我都试过了，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无论是相貌、身手、头脑，无人能及。我上官豹这辈子看人从来没走过眼。你跟我来。不是说好分头行动吗？怎么突然进城了？
在风波岭，我们遇见了洛阳地下党负责人老杨，是他和同志们用生命换回了我们和那批疫苗的安全。我听到老杨说，有一些同志关在洛阳城的监狱里，所以我想来看看有没有机会把他们解救出来。你来看有没有机会？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救人不是小事儿，这种情况要听上级安排的。你不就是我上级吗？可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你啊。你们俩看看，我能干点啥？霍当家的，你们的计划已经被日本人识破了，现在又杀了日本人，处境很危险了，还是尽早离开洛阳。不，我不能走啊！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你呀！再说了，我现在得给我兄弟报仇啊！这么说吧，不管你们干啥事儿，都算我一份儿。霍当家的，为了安全，我们确实还需要人手。如果霍当家肯帮忙，那是最好不过了。只不过得委屈霍当家的，一切听我们的吩咐。没问题，只要能杀日本鬼子，你就是我大当家的。怎么样了，沈君毅？根据症状来看，他也感染了鼠疫，需要隔离治疗。我看到这孩子被人带进了洛阳城，难道是小鬼子给他注射了病菌？小鬼子能安什么好心？8成就是想害死他，要不就是想让他传染给更多的中国人。如果我们没有打疫苗的话，是不是也会被感染啊？沈君毅，这孩子的症状看上去没那么严重，有救吗？我尽力而为吧。婴儿救孩子是很重要，可是那个背孩子回来的陈虎，会不会也被传染上鼠疫了？陈当家的，没事吧？秦佛爷沟和秦龙寨斗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只有这一次，从洛阳城把这孩子救回来，我才觉得痛快。你若不嫌弃，以后我们一起打鬼子。好，我们刀客的刀口一致对外。那孩子怎么样了？他啊，那个孩子应该没事了。沈军医正在给他治疗，你也应该会没事的。到底是谁呀？你就告诉我吧，我又不跟别人说。再说了，我跟谁说去呀？哎呦，这急死我了！这，哎呀，来了，我不问你了。哎，你干什么来了？你别紧张，是自己人。自己人？霍当家的，坐。这哪儿跟哪儿啊？这，哎呀，这日本人啊，看样是得败。哎呀，
我已经查清楚了，的确有几位同志被关押在松枫桥监狱。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跟老杨一样做病原体实验。不过，我想到了一个办法。你们先去松枫桥提人，等回来后，咱们在这里会合。哎，不是打日本吗？要这一狗皮干啥呀？看过《西游记》吧？啊，不是听过，没看过。我们这是孙悟空钻进了牛魔王的肚子里，怎么折腾都是我们的手段。对了，刚才我们在外边看到了大队的日军出城了，日本人是有什么大的行动吗？日军的一个连队将会在下午2时，向16师的阵地发动进攻。16师，那是张公元的防区，以他的行事风格，肯定是装模作样的抵挡一阵，然后掉头就跑。那陕州的老百姓可就遭殃了。成了，给我。你知道，你救不了他的，他还是会死。我在蜂窝里看过太多的生命，就这样轻易的消失。不到最后一刻，我不会放手的。黒川将軍の命令でリストに載っている人をフォンポーリンの実験室へ連行する。リストに載っている人は看護にいるとは確かですが、今まで実験室から自ら連行していないので、どうして今回人を書いたのですか？実験室が破壊されて今再建中ですから、我々が犯人の護送を任されました。来，起来吃药。慢点，慢点。沈军医说了，你只要好好吃药，就会好起来的。姐姐，我不吃，没用的。你瞎说什么呢？你没吃，你怎么知道没用？别说丧气话啊！来，慢点。为了安全起见，大家赶紧准备一下，我马上安排你们出城。陕州的同志会在城外接应咱们。我倒是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着急撤退。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日军联队已经向16师发动了进攻，以16师的战斗力，陕州的防线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在洛阳的时机，出其不意地切断日军攻击，日军就没有后续力量再进攻陕州一带，只有仓皇地撤回洛阳城。你是想炸掉日军的军火库？对，没有武器弹药，日军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攻。想要重新调集这批军火，需要一些时间。这样做，不仅可以延缓日军的攻势，也可以给友军加固防线，争取时间。哎，这样好，这样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计划太好了。关了这么久，出去练练筋骨，正好出了这口鸟气。这把刀，刚救完人，再去炸军火库能行吗？刚才我已经了解了军火库的位置和大致情况，我还要再去摸一摸军火库的人员数量和换岗时间。至于城里的日军保安和巡逻时间，就请你和霍当家的去查一查了。啊，这样安排好，这样安排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干活不累，干活不累。那咱们各自准备一下。好，好，好。这次啊，多亏了吴寨主和大小姐，从日本人的手里啊抢到了疫苗，我们才躲过一劫。何师爷，马上就要进城了。崔文奎的独立旅一直对我们虎视眈眈，这次进城恐怕会有麻烦。兄弟们，准备好家伙。干什么？我们进城是去采购日常用品，不是去打仗。把枪都收起来。虽说剿匪是独立旅的责任，但我就不相信崔文奎会在大敌当前之际得罪我们青龙寨的刀客。你们来干什么？这不是听说爹你在给山寨置办东西吗？俺和娘特地来帮忙的。我们这儿不缺人手，不要添乱，赶紧回山寨去。小妞贪玩，你别惯着她，由着她的性子，以后找不到婆家怎么办？娘，爹有冤枉。没事儿，找不着婆家，我养她一辈子，行了吧？你说有你这么当爹的吗？没事，老数自己的女儿。我叫他来的，我的主意，让他跟着学学。山寨里这场瘟疫，衣服啊、被褥啊、家具、餐具销毁一大半，要新旧置换，这可是心细的人才能干的活。就凭你们几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还得我们女人来办才妥当，是吧，妮儿？婶儿说的有道理，就让婶儿和小妮儿一块儿去吧。咱们粗人不如女人会过日子。走吧，走吧。走，走喽，进城了。走吧，走好了，你也上来。你得快走，快快的，快走！啊！爹，好看吗？爹，当心点儿。你看这没正形。好，谢谢娘。小心点儿。哎，娘，你看那边。对不起啊。
又是这个代号。这个人多次暗示我，他到底想干什么？军火库有2个机枪阵地，双人岗哨每小时换班，进出的车辆都要经过严格审查，无辜百姓只要靠近，就会遭到严重的警告，防范得非常严密，几乎是看不见军火库里边的情况。军火库全天候巡逻，每一个3岔口都会设置一道关卡，检查来往行人的身份。在通过军火库的路段，宪兵队每隔半小时就会巡视一次。如果我们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行动，一旦被宪兵队拦截，就会马上陷入全城日军的包围。看来任务很艰巨啊！越艰巨越说明它的价值。选择了革命，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不怕牺牲，但牺牲的一定要有价值。你说的对，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20分钟之内悄悄潜入军火库，引爆炸药，然后在剩下的10分钟里，另一队前来接应，迅速撤离洛阳城。关键是如何进入军火库而不被敌人发现，这是个难题。这也正是我考虑的。哎，我说一句啊，这儿不能进，那儿不能进的，那从大门进不就完了吗？郝大娘，您别捣乱了。啊，不是我哪儿捣乱了？我说真的呢，这儿进不去，那儿进不去的，从大门进不就结了吗？距离啊，你以为小鬼子瞎子？我们是孙猴子。哎，你说对了，咱们就是孙猴子。那日本人啊，就是铁扇公主。咱们现在要干的就是想主意，怎么进到他的肚子里，整他一个跑肚拉稀。对，霍当家说的在理，咱们就从正门往里进。师爷，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可撑不了太久啊。师爷，师爷，啊？什么？我刚才点了一下库里的存粮，咱们撑不了太久了。咱们得找上富人济济穷才行。不如就贺老鬼吧，他儿子一直在我们这儿照顾着，这点钱应该他出。差多少？我来给他写信。1500块大洋应该差不多。我这是怎么了？怎么把数字写成了原来的编号？不能让大哥和山寨的弟兄们知道我过去的事情，更不能让梅香和小妞他们知道。师爷，您怎么了？啊，没什么，我可能是累了，我去歇会儿。好。师爷最近这是怎么了？不是您等到的。
我来换岗，你去歇会儿吧。没事儿，我不累。哟，怎么着，站岗还上瘾呢？想让我再睡个回笼觉？想什么呢？我是在担心。担心我呀？你今天的想法非常大胆，可是要冒的风险也很大，稍有不慎就会有生命危险。你都说了，越难啃的骨头越有价值，有价值的进攻，付出些代价，也正常。你还是和以前一样，认定的事儿，只要有1/1000的希望，你都会不顾一切的尝试。以前，你怎么回来了？我爸说，交朋友不能占别人便宜。这是我妈留给我的红线铜钱，现在我把它送给你。我有你的玉佩，你有我的红线铜钱，这样以后我不会忘记你，你也不会忘记我了。但这是你妈留给你的东西，你没有了它，不就没有妈妈的保护了吗？我长大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你没有妈妈，就让她来保护你吧。你真的是文佩。你哥说你失踪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被人贩子抓走后，流落过很多地方，是共产党救了我。然后我去了延安，一直在延安学习生活。后来又参加了革命工作，直到最近才被派来陕州，负责抗日统战工作。既然你早就认出了我，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我怕说出来会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关系。我们需要时刻保持冷静的头脑，甚至接受对方牺牲的事实。你怕我会不冷静，接受不了。你接受不了。任何一个爱你的人都比你自己重要。你会为了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可我们的事业时刻要面对死亡和分离。那你现在为什么没选择告诉我？我不想留遗憾。明天不会那么凶险。我是蔡包子，一名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我是9条命的猫，运气不会那么差。怎么了？又做噩梦了？没有，可能是这2天太累了，脑子里尽是山寨鼠疫的事情。这大概就是说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都不舒服了还喝茶？别喝茶了，给你炖了热粥，喝点粥。我下午回来的时候就看你那儿睡着，叫都叫不醒，就知道你最近是耗神太多了。
特意熬了一锅莲子粥，来，趁热喝了。哟，怎么了？这手这么凉？啊？发烧了？不烧啊？要不叫沈大夫来给你号号脉？反正沈大夫明天才走啊。谁生病了？天，你生病了？你咋能生病呢？这瘟疫弄得俺心慌慌的，你可不能生病啊！你要是生病了，俺和娘可咋办啊？俺去找沈大夫，你等着啊。如果梅香和小妮儿知道我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儿，他们肯定不会原谅我。梅香，小妮儿，我很在乎你们。可是我过去，我该怎么办呢？该死的日本人！没事，喝完这个就好了。気をつけろ。ごめんなさい。将軍の命令を伝えに行くとこだ。遅れたら貴様の責任だ。すいません。我々が悪かったです。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さっさと行け。気をつけろよ。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咱们干点啥？等着接应他们，现在只能靠他们自己了。你上车，随时准备进行撤离。你们两个跟上我。
这么多枪，这够我们武装好几个游击队的。哎呀，可惜带不走啊！行动吧。君，何をしてるんだ？扎军火库。大坂か。どうした？兵器倉庫が襲われました。誰にられた？フォン・ポーリンを奇襲した共産党じゃないかと。またこいつらか。場外でわしの作戦を破壊した17人まで手に出しやがって。これは第二部航空の勝ちだ。命令せよ。乗務を止め。憲兵隊、徳川家、砲兵第二小隊に30年で作せろ。どんな仕事を使ってもあの共産党の奴らを見つけ出せ。はい。田坂か。高野君、この件説明してくれ。私が油断した京都にやられて本当に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謝るじゃねえ、結果を出せ。君にはかっかりだ。はい。大坂か。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最もふさわしい人を見つけました。共産とソ連清流祭の胸郭を絶やします。今回は絶対奴らを逃がしたりはしません。我が航空の精神計画はもうこれ以上待ってない。戦勝は我々大電波帝国半島の小さな石に尽きない。決して我々の足が止められ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はいはい。これ以上ミスを起こしたらお前か自分で天皇陛下に謝罪しろ。最近多注意独立旅的动向，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旗号飘飘遮太阳，我一奔长安去拜寿，元荣令交与我的老娘，勒住战马途路上，猛想起当年我求金榜。师爷，心情不错嘛，睡一觉精神都养足了，都有劲儿去求金榜了。金榜题名非我意，富贵荣华无欲求。游子漂泊本无根，我心安处即故乡。有青龙在给我养老，够了。任尚飞，来把账再对一下。这眼下天灾人祸，我们不能老靠着劫富济贫过日子了，得开源节流。啊，还有，让兄弟们别下山。现在独立旅面临日军进犯，脑袋里个个绷紧了弦，一碰就炸。兄弟们不要去碰这颗雷啊！好。任尚飞啊，师爷求你个事儿。师爷，您说。替我看着点你梅香婶和小妮儿，不要让他们下山。两个女流之辈，又没有自保能力。现如今这世道这么乱，我老担心他们下山会有危险。拜托了。放心吧，师爷。元爷，师爷，独立旅旅长崔永奎来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我们出去会会他。把你们寨主叫出来！崔队长，把配枪交出来。我没时间在这儿跟你费口舌，我找吴镇有急事儿。这是我们山寨的规矩。你是不是疯了？我跟你说，我这次上山事关黑虎山的安危，我跟你说不着，你也管不了。什么意思啊？想跟我拼命啊？有没有命，我们刀客说了算。交枪是吧？哼，给。拿呀！队长，这是一场误会。放下枪，放下！崔旅长，招呼不周。哎呀，上官小姐，黑虎山对恩人的待客之道就是特别啊。今天风大，咱里面聊，请。好，在这等着。请坐。什么意思啊？你们当家的呢？喊了也不在，还在洛阳城办事呢。崔旅长，不打算坐下吗？不跟你绕弯子，你们寨主曾经答应我，这些疫苗到了之后，赠予我们，以解军内之危。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疫苗确实是早几日就已经到了山寨，但是很抱歉，这2天寨子里事情多，所以给耽搁了。好在你今天来了，也给我们省了不少的麻烦，是吧，叔？上官小姐的意思是说我心急了，是吧？我告诉你，我现在军队里边出现了很多疫情，急需这些疫苗。如果你再耽误的话，就会殃及很多百姓。疫苗给你不难，但是你怎么向我保证，这些疫苗一定会用在百姓的身上？你这话什么意思？有话直说。我听说你的上级叫什么？张公岩来了是吧？他的想法跟你一样吗？你能保证他不插手这件事情吗？消息够灵通的。上官小姐，你说，这事儿你有什么高见？高见不敢，但是我叔刚才出了一个主意，我觉得挺好，想跟你商量一下。跟我商量一下？要是我不答应的话，我就带不走这些疫苗，是吧？上官小姐，我要跟你说一句，如果说今天我带不走这些疫苗，我就没法跟我的上面交代，那张公岩就会出兵黑虎山，到时候咱们只能兵戎相见，得不偿失。崔旅长，别着急嘛，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带着兄弟把疫苗送到陕州，你的独立旅亲自监督，
只要保证不让任何人插手就行。可以，就按你说的办。就算张公言再贪，他也不想要毁人亡，对吧？毕竟他喜欢军衔胜过一切。哼哼，我的军医呢？还在后院治疗一位病人。这样吧，崔旅长，你稍作休息，一会儿我就把军医还有疫苗一同交给你。有劳，请。对了，转告你们大当家的，在这件事情上，千万别让他跟我耍心思。这样。旅长，你就这么答应他们的要求啊？这才是我上山的主要目的。啥目的呀？张公元这只老狐狸想要什么，我太清楚了。他巴不得我们跟黑虎山打起来，灭了黑虎山，再吃掉我们独立旅。原来他那天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心疼那几把枪啊！早就报战损了。他是委员长的嫡系部队，缺那几根枪。我说呢，怎么不见他撤职？原来他背后有人撑腰啊！真是祸国殃民。没办法，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张公言想趁机发笔国难财，上官英是根硬骨头，留着自己啃吧。大小姐，借一步说话。这孩子，我看是没救了，你们还是给他准备后事吧。何真，姐姐一会儿要下山，你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姐姐给你买回来。姐姐，我什么都不想吃，我想亲我爹。好，姐姐帮你去找你爹。这帮该死的鬼子，为什么不在自己国家好好的待着，非得跑来侵略我们？造了飞机大炮不算，还造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东西！大人死了不说，现在连小孩都得杀。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将这帮狗东西赶出中国去。只有把他们彻底赶走了，咱们刀客，咱们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下山。少佐殿、お帰りなさい。鹿内おじゃん何動きが？いえ、いつも通り。少佐殿、どうぞ。我走了，老爷。哎呦，气死！田园先生，田园先生，哎呀，我是真没想到啊，是您啊！这一别这么长时间，您都好吧？田先生，我儿子怎么样？你儿子在皇军总部接种疫苗。哦，那太好了，太谢谢了，田先生。他接种完疫苗以后，你就赶紧给我送回来吧，我都想死了。他是我们贺家7代单传呢，比我的命要重要的多呀。怎么，贺县长不相信我们日本的科学啊？没有，我相信。我发现贺县长真是敛财有方啊！不知道我们皇军的军费什么时候能补齐啊？田先生，最近一段日子我一直在忙这件事儿呢，已经差不多了。再过2天准备好了以后，我就给你送过去。您放心。很好，贺县长，只要你真诚地和大日本皇军合作，你想要什么都会有，你的儿子也会平安无事，我绝不会亏待你的。田园先生放心，多谢了。您上桌喝茶。大海，倒茶。崔旅长，我和袁尚飞还要去南城办些事情。我说会带着兄弟们跟你一起把疫苗送进城。上官小姐，这都进城门了，你不亲自监督发放疫苗，不害怕我跟张公言同流合污了？你的人品，我们自然是相信的。我们去就来，随后就到。好，说，有劳了。放心吧，婴儿。师爷，今天舟车劳顿，一会儿崔某人安排一顿酒席。哎，我说，把这院子好好的拾掇拾掇啊！寇老鬼，我想起来了，你是那青龙寨上官豹的女儿上官英，我们打过一次交道的。这位是袁尚飞，也就是青龙寨第1刀久仰大名。你们2位跑到陕州干什么来了啊？这可是法治之地啊！没别的意思，我们想请你上山一趟。怎么呢？光天化日之下想绑架我，对吧？这是我的地盘，你们吃了熊腿豹子胆了？谁要绑架你？你儿子要死了，带你去见他最后一面。绑架我，你们也编个好的名头啊！我儿子现在正在洛阳呢，接受疫苗接种呢。他凭什么到你们的青龙寨去了？他不在青龙寨，在黑虎山。啊！一会青龙寨，一会黑虎山，编瞎话编得圆吗？啊！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们这是啊？认识这个不？儿子，儿子，快点！这边，儿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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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来了！你快开门啊！爹来救你了，儿子，儿子，儿子。
开门呐！给我开门，我就问你冷静点。贺震现在感染了鼠疫，你要是进去，会跟他感染一样的病菌。儿子，儿子，是我，儿子，是爹。儿子，快点开门呐！英姐姐说的对，你不能来搞，不然你也会感染疾病的。我不怕，我不管你得什么属不属于，知道吗？儿子，赶紧来开门！我现在就想换你的命，爹去死也不能让你死，你知道吗？儿子，爹，你回去，不然我现在就死在这儿。爹，孩儿不孝，就因为读了几本书，经常数落你，连句爹都没好好叫过。儿子，儿子，过去我不管你怎么不听话，怎么顶撞爹，怎么气爹，都没关系。只要你现在能活着，能回到爹的身边，你就是打我骂我怎么都行，你知道吗？儿子，你要活着，你是我们贺家的香火，你要有个好歹。我对不起祖宗啊，儿子！爹，儿子要告诉你一件事，是那个日本人，那个姓田的给我注射的病菌，你以后一定要远离他，还有别在海里中国人的事说了。儿子，爹，孩儿不孝，我要去找我娘了。儿子！真凶！为什么？我儿子病成这样，你们把他关到这儿来啊？你们把他送回我家去呀！在3周，我可以请最好的名医救他的命，最好的名医救他的命。为什么你们要把他关在这儿啊？为什么你们没把他送回我家去？闭嘴！是谁害死了贺正？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是谁让他去的洛阳？又是谁让他感染了鼠疫？既然你的眼睛分不清青红皂白，那留着他也没什么用。何老鬼，你要是不帮日本人做这么多脏事，他们怎么可能拿贺正来威胁你？你记住，
今天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走。还我儿子啊！你们还我儿子！人吃饱了，肚子不饿，手里有钱，才会有尊严。你发1年工钱，他们怎么活呀？再说了，这有个花瓶，你又不是再买不起了。你让我熟读孔孟，可别忘了，养心莫善于寡欲。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行，照相可以，但是你以后不许再为难下人。真凶！